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脑海里浮现的要么是太平洋战场上空前绝后的航母大会战，要么是苏德战场的100万机械化部队厮杀，或是敲响第三帝国丧钟的诺曼底登陆战。然而，在与欧洲一海之隔的北非，也曾上演过长达2年的装甲集群和大兵团决战。尽管双方投入的军队总数只相当于欧洲战场的一场战役，却对整个二战的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并成就了德国的隆美尔、英国蒙哥马利2位名将。从今天开始，我们用5期视频深入浅出还原二战北非各个战役，从另一个视角揭示轴心国集团的战略困境，以及德意2个法西斯国家无法调和的战略冲突。而北非战场的开辟，还要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说起。许多军迷都听过这么个段子：如果二战时意大利是德国的敌人，德国只需要出动5个师去消灭它；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德国只需要10个师去防备它。可偏偏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德国要出动50个师去拯救它。而德国之所以要出兵对本国几乎毫无战略价值的北非，全是拜猪队友意大利所为。早在希特勒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之前，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就已经窃得了意大利最高统治权。然而和墨索里尼的勃勃野心相比，意大利的综合国力实在是没办法同其他列强相提并论。墨索里尼就只能靠鼓吹，恢复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荣光，来蛊惑意大利民众支持其扩张事业。历史上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整个地中海南岸都是其治下的行省。但是在20世纪初，埃及是英国控制下的半独立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是法国的海外省，意大利控制的只有今天的利比亚，而且在当时还不产石油。但1936年，意大利取得了第2次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初期胜利，从而形成了对埃及的2面夹击之势。1939年，德国准备闪击波兰，墨索里尼也想趁机分一杯羹，可希特勒明确表示不许意大利染指富庶的西欧和中欧地区。于是当年4月，意大利出兵侵占了偏僻贫穷的阿尔巴尼亚，引起了对面亚历山大港英军的警觉。哪知1940年法国战役爆发后，拥有庞大陆军的法国竟然在1个月之内就被打得丢了巴黎。早就对英法联合航运限制不满的墨索里尼，不顾国内军政要员尚未为战争做好准备的警告，于当年6月10日同时向法国和英国宣战。6月24日，法国被迫向德国求和，这意味着利比里亚的义军将不再需要顾虑来自西方的威胁。于是又菜又爱玩的墨索里尼竟然强迫北非义军指挥官格拉齐亚尼元帅从利比亚出兵拿下埃及。可格拉齐亚尼元帅虽然镇压北非土著毫不手软，一听说要去打英国人，却立刻怂了。他马上飞回罗马，亲自解释自己麾下兵力不足，许多步枪和火炮还是19世纪的产品，要求先增兵再考虑作战。起初，墨索里尼和义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听从了格拉齐亚尼的意见，没有马上发起北非攻势，并许诺给他1000辆坦克的增援。但到了1940年9月，眼看英伦三岛在德国空军的反复轰炸下摇摇欲坠，墨索里尼再一次强令格拉尼亚奇出兵埃及。尽管此时格拉齐亚尼手里的部队跟几个月前相比并没有得到增强，他也只能违心出击。义军出动了约8万人，沿着靠近海岸线的公路4天深入埃及60英里，占领了一个小村庄西迪拜拉尼。但之后格拉齐亚尼就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在西迪拜拉尼村附近构筑了7个驻军的据点。可以说格拉齐亚尼从一开始就只想通过一场作秀式的进攻来堵住罗马那些人的嘴，而英军出乎意料的没有全力阻击，又让他产生了英军主力被调回本土，故而不会对其反击的严重错判。当义军发动进攻后，同样缺少准备的英军司令维维尔中将下令边境部队主动后撤80英里，到达从亚历山大港向西的窄轨铁路最后一站马特鲁。这样英军就能从容调集后勤物资，同时从本土出发的货轮给驻埃及英军送来一批重装备，其中有30吨的马蒂尔达步兵坦克。然而就此时的英军整体战略来说，的确没有更多的力量可用于北非战场。这不仅是因为其本土岌岌可危，还有当年10月28日，义军竟然从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英国首相丘吉尔不得不决定将原支援埃及的兵力物资运往希腊。
幸好11月11日，英国皇家海军光辉号航母出动了21架舰鱼轰炸机，夜袭了意海军最重要的基地塔兰托港，不仅击沉和重创了意军3艘战列舰，还迫使意大利海军大部分兵力转移到威尼斯港。这样，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的英军生命线就暂时不受海空军的袭扰。英国抓住了天赐良机，马上给埃及英军输血。1940年12月，随着各项准备工作完成，维维尔决定将义军驱逐出埃及。他通过航空侦察得知，义军的尼拜瓦据点和拉比亚据点之间有一道15英里宽的豁口，英军机械化部队完全可以从这里直接突入到义军战线后方，从而引发其全局动摇。和欧洲战场和东亚战场都截然不同，北非地区以平坦的沙漠地形为主，即使是沿海地区也只有寥寥几个居民点。这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哪方的机械化装备多，哪方就一定能掌握战场主动权。同时，双方包括饮水在内的最基本物资都需要从后方运来，故后勤补给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2月8日，英军第4印度师和第7装甲师共3万英军和殖民地兵员组成的混合部队冲进了尼拜瓦和拉比亚豁口。随后，第4印度师与皇家第7坦克团向北进攻尼拜瓦及更北方的3个据点和义军核心基地西迪拜拉尼村，还有部分英军在炮舰支援下进攻西迪巴拉尼据点。第7装甲师的大部将转向西北，占领沿海公路的战略要点布克布，阻止利比亚的义军增援，其余部队继续向西进攻拉比亚据点和索菲亚据点。维维尔原计划只发动5天的攻势，打到布克布，抓上几千俘虏，并警告墨索里尼别打埃及的主意即可。12月9日凌晨，英军从背后突然攻入尼拜瓦据点，而到这时，意大利人对英军的行动竟然一无所知，还按部就班地准备早饭。面对英军坦克和苏格兰高地营的进攻，尼拜瓦据点的义军一片大乱，骑兵的战马失去控制，到处乱跑，20辆坦克未发动就被打成了废铁。据点指挥官马里蒂将军亲自操起机枪射击，试图力挽狂澜，却很快被击毙。3个小时后，义军举起了白旗，英军一口气抓了2000俘虏。而英军第1轻步兵营攻打马科蒂拉据点时，战斗只进行了几分钟，布伦机枪手甚至只打空了1个弹匣，义军准将指挥官就带着500名士兵投降了。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快速放弃抵抗时，义军准将回答他们已经打光了弹药，可英军却缴获了大量没有来得及开封的义军弹药箱。12月11日清晨，英军毫不费力收复西迪拜拉尼。此时的义军已经彻底被打乱了建制，许多据点的基层官兵误以为自己已经被更多的英军包围，士气崩溃而争先恐后的投降。一辆英军坦克指挥官竟然报告上级，多达500义军俘虏围在他的坦克周围，请求马上派步兵来接收。12月11日下午，英军抵达布克布，到16日反攻入利比亚境内，就连维维尔都惊讶于此战的顺利。义军俘虏多达39000余人，远超之前英军最乐观的想象。用一个参谋的话说，我们一共抓了5英亩军官和200英亩的士兵。马特鲁的英军也毫无准备，只好先用铁丝网围了个大圈，然后让义军俘虏自己盖宿舍。还有部分义军俘虏甘愿协助英军在前线作战。讽刺的是，虽然丘吉尔第一时间就给维维尔将军发去了贺电，但同时又要求他尽可能收集被义军丢弃的老掉牙装备，好运过地中海支援希腊军队。而打了败仗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却怒气冲冲地给墨索里尼发电报，指责他一味催促才导致今天的失败，并表示只有得到德国空军的援助才能扭转战局的颓势。墨索里尼收到电报后，不无自嘲地对女婿齐亚诺说，我们有1个将军战死，5个将军被俘，而这正是有军事素养的意大利人和没有军事素养的人的比例。眼见这次突袭埃及的行动彻底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墨索里尼急电守卫利比亚门户巴迪亚的义军指挥官中将贝冈佐里中将，要其带领麾下的4.5万人凭借坚固工事坚守待援。贝冈佐里也认为英军只是侥幸击败了冒进又轻敌大意的同袍，想攻下巴迪亚就等着踢到铁板吧。但墨索里尼和贝冈佐里似乎忘了一件事，英国人在地中海是有优势海军的。
1940年时，英国地中海舰队在亚历山大部署有3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同时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英军舰队也能到达利比亚海岸参战。1941年1月2日，英军威灵顿轰炸机开始轰炸巴迪亚的义军攻势。第二天，英军7艘战列舰和3艘潜水重炮舰开始猛烈炮轰巴迪亚外围的义军防线，甚至将一处海边的悬崖连同上面的义军海岸炮一起轰入海中。与此同时，新增援的澳大利亚第6步兵师代替第4印度师向巴迪亚进军。他们到达城市外围后，割开铁丝网，填平反坦克壕，再小心翼翼地用手榴弹引爆地雷，为后面的机械化部队进攻排除障碍。英军的狂轰滥炸轰炸切断了义军的供水管道，许多食品仓库也被付之一炬。当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意大利守军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很短的时间内，外围要点就纷纷沦陷。4月4日，在墨索里尼面前吹大牛的贝冈佐里竟然丢下部队逃往托布鲁克。这一懦弱行为的后果就是巴迪亚当天黄昏被英军攻克，4万义军成为了俘虏。但此时英军也因为远离马特鲁，机械化装备的完好率急剧下降，以至于英军前线指挥官奥康纳将军驱车前往前线时，沿途到处都是损坏后被遗弃的英军坦克。尽管已经成孤军深入之势，但奥康纳将军仍然决定一鼓作气打退义军。而贝冈佐里到托布鲁克刚要收拾残部，1月20日，英军就在仅剩的几十辆坦克引导下杀了过来。澳军士兵甚至戴着防毒面具，在漫天的沙尘暴中匍匐前进，不断用炸药包在铁丝网上打开口子。坐镇布鲁克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彻底成了惊弓之鸟，竟然直接弃城逃往迪利波利。于是英军又毫无费力夺取了这个后来反复争夺的战略重镇。义军在北非战场一败又败，引发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墨索里尼的领袖地位摇摇欲坠。希特勒当然不希望自己在欧洲唯一能指望的盟友就此变天，可此时德军正全力准备进攻苏联，而且最高统帅部也强烈反对派重兵到完全需要意大利来提供后勤保障的北非战场。再三斟酌后，希特勒决定由第5轻装甲师和第15装甲师组建非洲军海运迪利波里，而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沙漠之狐隆美尔。下集预告：1941年2月12日，隆美尔来到了之前从未在地图上认真研究的北非，而其麾下的德军部队相比于欧洲战场也只能算作弱旅。但隆美尔有信心利用自己高超的指挥艺术，狠狠教训拥有兵力优势的英国人。而英国在分兵去希腊后，忽略了德意军会反击的可能，结果被德军装甲师轻易击败，就连马蒂尔达坦克都在德军的88炮面前吃了巨亏。英军几乎拿到了之前义军的剧本，隆美尔也一战成名，彪炳史册。请看下集《沙漠之狐》，扬名北非。